哥，你听我解释。解释啊！爸生日夜，你竟跟我未婚妻偷情，林天，你真是我的好弟弟。别打了！来人呐！住手！干什么呀？爸！哎呀，他他妈疯了！他小天，你弟弟林寒干什么打你弟弟？怎么回事？丢不丢人呢？林寒他想强暴我，是小天救了我。对，这就是个畜生！爸，他就是个畜生，他就不配待在咱们家。小天，戏演的不错，要不查查内屋的监控，看看你俩可曾干了什么？从今天开始，林家没有你这号人。你的卡我会全部停掉的，滚出去！不孝的东西！妈，不是你给我留了这个宅子，我现在都流落街头了。家里又没米了，回城的事儿已经拖了2个月了，这街道办工作的事儿也没戏，这可咋整？什么声音？哪来的呀？是实心儿的呀，这啊？你是谁？为何你的水缸连着我的水缸？现在是哪一年？林寒，2020年。2020年？疯了吧？这是真的？林寒同志，你好。林寒同志，你好，现在是1980年。虽然此事万分不可思议，但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我不信。我叫梦露，家住农村，78年下乡。1980年，这不是梦，这个水缸真的能连接过去。林天，周婉，真以为把我赶出林家就完了？我有了这个，我就有了翻盘的一切可能。呀，这是啥？手表？这也没有指针啊，咋回事？先证明我的诚意，也让他看看未来的公义。梦露同志，请相信这难以置信的一切。我是来自2020年的林寒，我需要你的帮助。作为回报，我可以告诉你未来40年的发展，让你和你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未来40年，
不管你是人是鬼，是神仙还是未来人，既然你说能让我家过上好日子，那我就信你。林寒同志，我信你。这块袁大头是我娘留下的，说以后给我当嫁妆。你看在你们那儿值不值钱？还有，你需要我找什么？先睡觉，明天去古玩市场看看什么价。哎呀，客气了客气了，这么多年来还不是承蒙您的关照。老板，哎，小伙子，随便看。哎呀，我老钱在这里多谢了啊。T46，更生猴票 T46是吧？行，没问题，这件事啊包在我身上。无误不了。哎，小伙子，你卖什么？老板，您看看。民3的，品相还行，给你个公道价，800。老板，看来没有成仙药，我再去问别家。哎，小伙子，别着急嘛，生意不成仁义在，价格好商量。一口价1500，真的是最高了。2000，少1分不卖。行，看你这人也挺爽快，2000就2000，交个朋友。过来了。老板，这个自行车票多少钱？啊，这个马老物件了，留着当纪念，150。我记得电视剧里70、80年代，一辆自行车相当于家里的大钱，一票难求。有了它，梦露出门办事做点小生意会方便太多。好，买了，这2张一起给我吧。走好。走好。不好意思。哟，江老板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快请坐。刚才出去那位是来卖东西的啊，一个年轻人卖了块袁大头，您瞧瞧。品相是好，新的有点意思。您说什么？没什么。钱掌柜，刚才那位什么来历？这个还真不清楚。面生，好像不是经常玩这，不过人挺爽快，恰恰嘛也懂行。哎，江小姐，您对他感兴趣？也许吧。一个拿着这么新的老银元来换钱的年轻人，是挺有意思。这票寄过去，应该能帮上，得让他尽快用起来，改善生活，也能更好的帮我收集东西。梦露，袁大头我卖了800块，足够用一段时间了。这2张自行车票是给你的，在你们那儿有辆自行车会方便很多。另外1张你拿去换钱，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找。根生猴票 T46是吧？行，没问题。这件事啊，包在我身上。哎，对了，另外啊，有时间呢，你就去邮局那找一种今年刚发行的，面值8分钱的，红色的，上面是猴子的邮票，有多少买多少，一定要快。梦露，希望这个水缸能让我们越来越好。老张，哎，小妹儿，咱这有那种新出的8分钱带猴子的邮票吗？哦，更生猴票刚来没多久，没什么人买，你要多少？这一把我都要了。老张，哎，小妹儿，咱这有那种新出的8分钱带猴子的邮票吗？哦，更生猴票刚来没多久，没什么人买，你要多少？这一把我都要了。6块4，给你。哎，哦，我这还有几张散票，都送你了。对了，还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咱这儿能买自行车吗？自行车？凤凰、永久、飞鸽，我这都有信息。票你有吗？
没票可不成啊？票我有2张，家里给的。小毛儿，跟你商量个事儿，我儿子下个月结婚，3大件就缺自行车，票实在难搞，您能不能匀我一张啊？价钱好说。匀给您，您能给我多少钱？或者我怎么买自行车？车我给你解决，保证最新款的凤凰自行车。至于这票钱，100，我给你100块，这绝对是最公道的价。行，老张，我信你。那票我可以给你1张，100块，还有辆女士自行车，下周能来提？能，绝对能。哎，小花，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这是提货单。那我就先走了啊。哎，100块加上之前剩的，本钱不少了。车也有着落了。林涵说的对，不能干等，我得抓紧，看看能做点什么小买卖，赚钱买自行车。林涵同志，邮票我买到了，整整1版，80张，还带了几张散票，总共花了6块4毛钱。说实话，有点心疼，这够买好多米面了。不过你说它重要，我就信你。太好了，品相完美。另外，街道办的工作还是没消息，整天在家闲着，心里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你来自未来，能不能给我指条路啊？1980年，迷茫，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路口，很多返城青年都面临同样的困境，但这也是遍地机遇的开始啊。梦露，邮票已收到，品相极佳，这版邮票在未来价值连城，相信是你我改变现状的关键一步。关于你的迷茫，我理解，但请听我说，时代正在变化。据我所知，国家很快就会明确鼓励个体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你可以自己先做点小生意试试。明天先去探探路，这一枚就是启动资金。梦露，我们一起加油！这品质绝了呀！哟，小兄弟又来了，今天又有什么好货关照小店呢？啊，这回啊是赵老板收藏大家。今天来啊，就是有东西，想让2位给长长眼。好、根生猴票 T46，品相绝了，原胶未贴，色泽鲜艳，齿口完整，好东西啊！来来来，小兄弟，快请坐。这枚邮票按照市场价，应该在7、8千到1万出头不等，还得看具体的面相和渠道。你这枚我出1万啊！钱大哥，这个邮票品相属于是上乘，如果要放在拍卖行，遇到喜欢的人，价格可能会更高。这位先生，您怎么称呼？哦，叫我小林就行。林先生，您这个只有单枚吗？不止，这样的我有1整版，而且都是连号，品相比这枚更高，编织厂名都一应尽有。1整版？小林，你不会是在开我玩笑吧？现在这东西，那可是凤毛麟角啊！林先生，如果真的有整版，可否让我和钱老板开开眼，价钱好商量？可以，东西在家里保存得很好。今天我来这儿，就是想问问各位，给个价格，想请各位出个实在价。整版的话，按照单枚的溢价，还得考虑其完整性。我出100万，我出100万。
钱大哥，这个单枚来说还算可以，但是按一整版来讲的话，有点太保守了。林先生，我出120万，刚好我也认识一些拍卖行的朋友，如果要放在拍卖行，价可能会更高。只不过周期会有点久，佣金嘛也比较高。拍卖价格会更高，但那需要时间和渠道。但我现在急需资金，时间就是金钱了。钱老板，赵老板出价120万，你呢？我出150，150万现金，马上可以交割。但是小林，你得保证品相跟您这枚是一样的。成交，东西就在附近，我现在回去取，2个小时后我们在这里交割。看来钱老板是势在必得了，那我也不叨扰了。好说好说，赵老板慢走。喂，是02少吗？喂，是02少吗？哎，我是聚宝斋的老钱呐啊！您一直想要 T46，我今天这儿有货了。哎，好，您想过来亲自看看是吧？呀，那太好了，我在这儿等您。嘿嘿，哎，大家看看，老钱，东西到了吗？哎呦，二少啊，您来的真快啊！卖家去取货了，应该马上就会到。您二位这边坐，喝杯茶，我去催催卖家。好嘞。哎呀，小雅，知道这猴票是送谁的吗？您说有大用场？告诉你啊，下个月是首富江家老太太的80大寿。这老太太没啥别的爱好，就是喜欢集邮，尤其是想收一套早期的完整的生肖猴票。这80年代的猴票，就算是龙头了，那真是可遇不可求啊！只要是咱把老太太哄高兴了，咱能搭上江家，那咱家里头那就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天哥，你真是太厉害了，想那么周全。当然，只要是等我拿下这次的合作呢，我在咱们家的地位就算是彻底稳了。等到那天，我就让林寒在江城这辈子都翻不起身。他那是活该，怎么能跟你比啊？这么会说话？哼！你俩这是在哪儿都能偷啊？你俩这是在哪儿都能偷啊？呀，我当谁呢？这不是那个被赶出家门，并且现在身无分文的好大哥吗？哎，大哥，怎么回事？这是流落街头没地方去，跑古玩店里要饭来了？还是说你妈给你留了2个破烂，想来这儿换2个馒头钱啊？大哥，钱老板，钱老板，哟，找钱老板，找钱老板干嘛呀？不会是借钱吧，大哥？林寒，认清现实，林家呢已经没有你的位置，江城更不会有你的位置。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和流浪汉有什么区别？是吧，大哥？钱老板，林寒，你跟我装什么呢？还装镇定呢，是吗？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被家族抛弃的废物，听懂了吗？这儿的任何一样东西，你现在买得起吗？摸到了你赔得起吗？赶紧给我滚出去，别在这现眼，听懂了吗？一会儿有大客户要来，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哟，是林寒先生回来了。二位认识？认识啊，太认识了。这个就是我那个不学无术，然后被家族扫地出门的好大哥呀。老钱，你这儿门槛怎么现在这么低呀？什么人都能进啊？这个二少，猴票就是这位大少爷的。啥？你说的卖家是他呀？哎，他手里有整版猴票啊？哼，我没听错吧？林寒，就你有一整版的猴票？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背个破包，穿一身破烂，从哪个桥洞底下出来的？
你知道80版的猴票值多少钱吗？有概念吗你？我告诉你啊，你呢是连个邮票角都买不起的。林寒，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被赶出林家，日子肯定艰难，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出来骗人呢。钱掌柜是老实生意人，你别害了人家。就是，林二少，苏小姐，林寒之前在我这儿出过一枚袁大头，挺痛快的，而且刚才又拿来那猴票让我长眼，是真的。别犯傻了，我告诉你，现在骗子手段可太高明了，知道吗？先拿一张真的给你当幌子，钓鱼上钩，等什么时候你要看完整版，或者想进行大额交易的时候，直接给你调包布局，以次充好，知不知道？别犯傻，好吧？先让他把东西拿出来再说，我也想看看你能给我变出个什么东西出来。你真的有吗？有，我给你带来了。钱老板，货就在我这儿。墨迹什么呢？没东西吧？先打开啊！150万现金交付，确认无误吧？确定，只要东西是真的，钱立刻备齐。演得真像，演员，打开啊，给我们开开眼啊！我看你这个价值连城的东西是什么？请。真的，绝对是原版原胶，品相完美，连号无误，编织场云清晰。林寒先生，您这本邮票是我老钱入行30年来见过品相最完美的一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哪来的这个？你哪来的钱买的？偷家里钱了吧你？林天，你的想象力是不是仅限于偷？林寒，哥，下个月是江家老太太的大寿，这个邮票确实是送给老太太最合适的礼物了。搭上江家这条线，对咱们家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你作为咱们家的长子，你出一份力气总没问题吧，大哥？大哥，你这样，这票你也别卖了，你给我，我拿回去给爸就好。大哥，你这样，这票你也别卖了，你给我，我拿回去给爸就好。你这脸皮真是比城墙还厚啊！这邮票是我的，我想卖就卖，不想卖谁也别想拿走。好，林寒，硬气！你觉得这个票你卖给老钱我就拿不到了是吧？老钱，你收了，我出200万，我买。这，林寒先生，您看啊，这二少确实急需，这钱老板，如果这张邮票最后会落到林天手里，那我选择不卖。林寒，你什么意思啊？你耍我呢？价格都谈妥了，你说不卖就不卖啊？小子，别给脸不要脸！跟你说啊，今天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否则我老钱在这行混了30年，有的是办法，让你这张邮票在江城一张都卖不出去，让你烂在手里。这票我买了。这么热闹，这版猴票，既然这位林先生不想卖给你们2位，那我买。哎，江小姐，介绍一下，这位是江氏集团的千金江心瑶江小姐，这位是聚宝斋的钱老板，这位是林氏集团的2公子林天，这位是林公子。我刚在门外听到了一些，这版猴票品相真的如钱掌柜所说是绝品，千真万确，我老钱拿30年的信誉做担保，这枚邮票绝对是这个。好，林先生开价150万。是，而且钱老板也验过了，确认无误。不过现在出了一点情况，我刚听到了，有人想加价截胡，有人见利忘义想转手。
钱掌柜，林先生现在明确表示，这版邮票如果最后落到林少手里，他就不卖。那么现在我用同样的价钱150万买下这版邮票，送给我奶奶做80大寿的礼物，你有意见吗？没意见，绝对没意见。江小姐您能看上是小店的福气，这邮票跟您那是绝配呀。江小姐，江小姐，既然是您要送给江夫人的寿礼，我就不夺人所爱了，不打扰江小姐雅兴。走。赵老板，麻烦你再帮我验看一下。林先生，150万现金还是转账？转账吧，方便。这是我的私人账户管家，你联系他，他会立刻安排转账。邮票我现在带走，可以吗？可以，江小姐大气。哦，对了，林先生，我还有件事想请教你。啊，你们二位慢了，慢了。江小姐，请讲。林先生能拿出如此完整的猴票，想必眼光和运气都不错。江小姐过奖了，偶幸所得。我奶奶除了集邮，近来对一幅旧画念念不忘，那是她年轻时所见，后来却遍寻不过的遗憾。不知道你是否有所耳闻，或有没有机缘碰到？现在就给我查，他哪来的邮票？还有他和那个什么江心瑶怎么搭上线的？快点查！我奶奶近日对一幅旧画念念不忘。什么书画？我对书画之类的不太了解，不过我可以帮忙留意一下。画的名字叫《春江水暖》，不是古人名作，是大约60、70年前一位名叫白石散人的画家所作，尺幅不大，大约4尺斗方。画的是初春江边，柳枝刚抽新芽，几只鸭子在泛起暖意的江水中嬉戏。笔法不算工细，但却有难得的野趣和生机。奶奶说，那画当年并不算名作，更像是文人间互相赠予的雅物。白石散人，倒是可以让梦露帮忙找一下。白石散人，春江水暖。我记下了。不过这些画应该是年代久远，而且又不是名家大作，找起来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会尽力帮你找的。我明白，林先生能拿出品相如此好的猴票，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机缘。你或许就是那种能碰到缘分的人。如果日后你有幸遇到，无论是真迹还是可信的摹本，请务必联系我，江家必定重谢。江小姐过誉了，既然是江老太太的心结，我一定会多加留意。如果有消息，一定会告诉你的。好，那我就不多打扰你了，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会尽力的。小天，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妈，爸，你们猜我今天在古玩街里碰见谁了？谁呀？你是不是又跟你那些狐朋狗友闹别扭了？林寒。哼，他呀，他现在是不是要饭了？他还要饭？你知道爸现在人家可风光了。我今天去聚宝斋，我正好碰见了他在那儿卖东西呢。卖东西？他能卖什么值钱的东西？不会是偷拿了家里的什么东西吧？还偷？你们知道他卖的是什么吗？80版一整套的猴票啊，品相绝顶的，老钱都验过了，说这是绝品。80版整版猴票，他从哪儿弄来的？那我哪知道？我是看了那票好，我想着这肯定就是送给江老太太最体面的礼物啊，对吧？我就上去，我跟他说，这票呢，家里边急用。我说你这样，你呢
是咱们林家的长子，你把票给我，我去给爸，爸一高兴，说不定是不是就让你回来了？结果呢，他当场给我撂脸子，你知道吗？爸说林家早就把他赶出去了，还嘲讽咱们，说咱脸皮厚，见着他有好东西了，才想起他姓林。国栋，你听听，这孩子心里有多恨咱们呀！小天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你知道吗，妈？这还没完呢。我说你卖行，我加钱买，总没问题吧？结果我们不知道他走了什么运啊，他勾搭上那个江家的那个什么江心瑶，江心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场就要买他的票，当场给他转的账。哼！国栋，别动气，伤身体。爸，你说你当初你还心软，你给他留了一个破院子，他现在有点本事了，不就第一个来跟家里作对吗？好了，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不孝的东西？当初把他从家里赶出去是对的，还敢跟江家勾勾搭搭，我看他猖狂到什么时候。陌路，有件私事想拜托你，帮我留意一幅画，叫做《春江水暖》，作者署名是白石散人，画的呢是春天江边鸭子戏水。这画对一位老太太很重要，其他你觉得有意思的老物件也可以帮我多收点。对了，随信送来一批货，这些都是南方最新的时髦货，在那边应该抢手。塑料壳的是气体打火机，一按就能出火，比火柴方便，比老式火势打火机好用。金属壳的是电子表，不用上发条，走时准，有的还带夜光。你可以先试着在工厂区年轻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价格可以定高一点，比如打火机可以卖到3到5块，手表15到30。如果顺利，尽快用赚到的钱去找找合适的地方，打听一下怎么办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政策春风马上就要吹过来了，这是你站稳脚跟的最好机会。哎，这什么东西啊？来看看，同志，你这啥玩意儿啊？花花绿绿的。这个呀是气体打火机，南边来的新东西，不用火柴，一摁就着。哎呦神啊！这比火柴可强多了。这下雨天也能用啊？能，防风防潮，而且这比火柴划算多了，一个能用可久了，3块钱。哎，你看这个，哎，这个好好看啊！防风这潮呢？没指针，这咋亮的呀？这个是电子表，不用上弦，走势特别准，而且晚上还会发光呢。15块钱一个。有点贵了，但确实没见过。哎，给我来俩打火机。哎，好。哎，我来个手表。哎，好嘞。给我来个打火机。哎，块手表。好嘞。我也来一个。来，别急都有。来，我来一块。哎，好。哎，这是我的。我来个打火机。哎，给我来一个。哎，好，找您钱，下次再来啊，下次再来。老张哥，哎，没想到林寒送来的打火机跟电子表这么好卖，这一天就赚了1000多，可以买自行车了。今晚上回去再给他写信，要是这样再补点货。哎，小莫来了。老张，我来提自行车。哦，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最新款的凤凰车，亮着。哎，对了，老张，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打听，您这认识的人多，知道哪儿能淘点旧画吗？哦，不是古画，就近代的，有点人情味的就成。老画，你要那玩意儿干啥？现在可不兴这。嗨，家里长辈喜欢，就托我寻摸寻摸。啊，不拘名气，只要画得好，有味道就成。价钱嘛，好说。哟，瞧我这眼力劲，小孟同志深不可测。嗨，这么着，我有一个老友就在信托局后面住，家里藏了不少这类东西。如果你真想看，我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正经的客人想欣赏艺术。那太感谢您了。最好是那种花鸟山水，清新自然的。就比如有一幅画叫做《春江水暖》的。春江水暖，没印象。但是他那东西杂，保不齐就有。你等我一下。哎，太好了，谢谢张哥，那我就先走了。哎，
生意真不错啊。哎，还行。张哥，哎呦，小梦来了，这是老李啊，这是小梦。你好，你好，你们先聊着啊。好好。哎，坐。孟小姐，就是这些，是我家父早年收集的。作者啊，不是什么名家，但是画工和意境都还说得过去。哎，这幅还有这几幅多少钱？实不相瞒，若不是迫不得已，这些画我是不卖的。哎，这样要是诚心想要，一起拿走，500块。李老，不瞒您说，我这也是帮朋友寻画，您这价格确实有点高，但这一幅《春江水暖》，您舍得割爱吗？要买就一起吧，一口价，500块。成，500就500，这些画我都要了，给您。好的，孟同志，谢谢你了，这些画就拜托了。您放心。林寒，《春江水暖》找到了，随画还有几幅同时期的，作者都不出名，但我觉得挺好。画主急用钱，一共花了500，这价钱不低，但我感觉值。摊位生意极好，勿念。画已包好，这就传你。林寒，《春江水暖》找到了，还有4幅，一共500，画已传你。摊位生意好，本钱已回。梦露，1980年4月15日。对，就是他。喂，喂，江小姐，是我，林寒。林先生，有事？你要找的《春江水暖》，我找到了。当真？现在都在我手上，一共4幅同期作品，署名白石散人、墨禅等。你确定是春江水暖？我不懂行，但是题款是春江水暖，落款是白石散人。今天上午能送来吗？我奶奶想亲眼看看。可以，几点？10点，需要接你吗？不用了，我打车，地址发我就行。好，10点见。好。你走路不看路啊？送快递的上那边去。不好意思啊，我是来找人的。找人？这里边的人你也认识？林先生。江小姐。哎，西瑶，你怎么出来了？路上还顺利吗？顺利。哎，西瑶，我也来看江夫人的，我还带了那个苏绣。奶奶今天不见客，请进，奶奶在等你。真是。奶奶，林先生来了。坐。你先坐，我去帮你倒杯水。好。画呢？哦，在这儿。你怎么找到的？朋友帮我找的。什么朋友啊？可以信任的朋友。你懂画吗？不懂，但朋友懂。倒是老实。请喝水。谢谢。哎，旧表，
至少有40年了。哟，是那幅画吗？哟，6条蟹爪村，是的。墨粉五色，浓、淡、干、湿、焦，好。春江水暖，这字是他的。朱文印，印泥颜色，对。奶奶，是他，真是他。江奶奶，我没事。那年春天，我们在湖边，老白说鸭子最知水暖，他当场就画了。白石散人。他本名白景行，我们大家都叫他老白。其他画呢？哦，都在这儿。云桥的山水，他一直想隐居，还是去了。奶奶，那这些画……哦，我都要。江奶奶，这些画……林先生，这些画是奶奶的故人所作，希望你能成人之美。这些画是我朋友买的，花了500。什么时候？就最近。500万，不贵，也不便宜。500块。啊，孩子，你知道这些画值多少？不知道，但是我朋友花了500，江奶奶您要，您看着给就行。就单这幅《春江水暖》，去年在拍卖会上，类似的作品就拍了530万。那是拍卖会，这些是物归原主。好一个物归原主！这样吧，这5幅画我给你1000万。太多了。我说值，它就值。江奶奶，新瑶，去准备合同。是。你那朋友能介绍我见见吗？抱歉，不方便。为什么？他不喜欢见生人。这孩子有意思。奶奶，林先生，合同好了。钱收到了。林先生，谢谢你。是我谢你才对，让我赚了这么多。奶奶很久没这么开心了。那就好。你和传言不太一样。什么传言？说你被赶出林家，落魄潦倒。也不算错。但你不像啊。人嘛，总要活下去。哎，新瑶，他到底是谁啊？客人。不是，现在这年头坏人多，你小心被骗了。你怎么还不走啊？我家又不缺保安。以后有好东西要记得来找我。好。需要我送你吗？不用了，我自己走。送走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人品、能力、性格，还行。只是还行。你想说什么？这孩子不简单呐。何以见得？被家里赶出来，不怨不怒，得巨额钱财，不惊不喜，面对你我，不卑不亢。所以呢？所以
可以和他多来往。您说什么呢？我是说做生意呀。你都想些什么？我没想什么。没想什么就好。不过他那个朋友这么快就找来了春江水暖，不是普通人呐。也许是运气呢。一次是运气，2次3次就是本事。你帮我查查，他最近都做些什么？您要帮他？先看看，如果合适能帮就帮帮吧。好。是我，江心瑶。奶奶让我问你，下周的生日宴你来吗？为什么请我？奶奶说你是福星。好，什么时间？我发你。哦，对了，赵世豪如果找你麻烦的话，告诉我。不用，我自己处理。我知道你能处理，但告诉我一声。梦露，告诉你个好消息，春江水暖连同那4幅画卖了1000万。但有个问题，我找不到那么多80年代的钱给你，所以我换了种方式。东西到手后办3件事：第一，买4合院，独门独院最好，4合院以后会值大价钱的。第二，找铺面，热闹的街口，临街的门脸，不用大，但要规整。个体户执照抓紧办，很快就能用上。第三，帮我留意礼物，收画的人下周过寿，他对我有恩，保重，等我下次消息。梦露，我们的路越走越宽了。赵总，查清楚了，那个林寒的身份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说重点。江城林家长子，亲妈过世的早，1个月前在他爹的生日宴上被弟弟和未婚妻联手绑了一刀，扣上了打人嫉妒的帽子。他爹一气之下把他扫地出门，冻结了所有资金，现在就是一个身无分文住老婆院子的弃子。林家，就是那个做建材生意有点小钱，天天小攀高枝的林国栋。对，就是他。林寒有个弟弟叫林天，现在算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正在想要攀上江家这条线。林天有点意思。哎，他知道他哥现在混得风生水起，还攀上江家吗？肯定知道。林家现在正在动用关系查林寒的那笔钱是怎么来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头绪。他们只知道林寒在卖邮票卖画，发了一笔横财，还收到了江老太太的寿宴请柬。请柬？哈，林寒有，林天没有，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哎，你帮我约那个林天，就说我想跟他聊聊，告诉他哥哥怎么摆清自己的位置。明白。林寒，你一个弃子，凭什么受到新瑶的青睐？林天，你可别让我失望。赵总，哎呦，林兄弟，来，走，别紧张啊，今天就是随便聊聊。我听说林少最近不太顺心呢。赵总，您这个说笑了，我们家这个小门小户哪有顺不顺心的，就是家丑嘛。哎，算了，不说了。是因为你那个大哥林寒吗？别提他了，赵总。我跟你说，赵总，他就是个白眼狼。你说他都被赶出家门了，还不安分呢？你就不知道走了点什么狗屎运，捡点破烂，攀上高枝就敢在家里耀武扬威的？你知道现在连我爸都不放在眼里了吗？哦，哎，我听说他拿到了江老太太寿宴的请柬。是，我都不知道他给江小姐灌了什么迷魂汤。赵总，你是不知道江家这条线对我们林家来说有多重要。问题现在我们这个请柬就……哎呀，一条丧家之犬，混得比你这个正经继承人都好，你就不想想什么办法吗？我想啊，赵总，你说我能不想吗？问题他现在翅膀硬了，你说我们……要是说我也不喜欢他，
甚至有点讨厌他，围在江心瑶的面前。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那太好了，赵总。那赵总，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啊，你们毕竟是亲兄弟，是吧？血浓于水，那去江老太太的寿宴，就应该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去。对呀，赵总，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一家人就应该整整齐齐去嘛，对吧？他要敢不去，他就是不孝不悌。对，但是怎么让他心甘情愿的带你们去，这个你们就要想办法了，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哎呀，谢谢赵总，谢谢赵总啊！赵总，您要是不嫌弃，您这朋友我交定了。您要是有任何需要我们林家的地方，您尽管开口啊！好，来，那这样祝你马到成功。谢谢赵总啊！来，我干了啊！江家寿宴的请柬真的给那逆子送去了？千真万确，爸，我都打听过了，请柬呢就是江心瑶的助理亲自给送过去的。不是爸，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爸，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怎么配登这江家的门呢？国栋，你也别生气，小韩这孩子是走了歪路，可说到底还是咱们林家的血脉，他能得到江家的赏识，对咱们林家来说未必是个坏事。不是妈，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他现在都什么样了呀？他有好处会想着咱们家吗？所以呀，才更要把他拉回来。他一个人去，人家江家会怎么想咱们林家？国栋，要是你带着小天和他一起去，那才是正经的礼数，也让江家看看咱们林家的家教。我带他去，他现在肯听我的？爸，你是老子，他是儿子，他要是敢不听，那就是不孝。他要是不孝的话，咱就把这事给捅出去，我看他有没有脸在江城混。而且再一个，爸，咱这是给他机会呢，让他认祖归宗呢。让我去求他？怎么能是求呢？是叫他回来，给他台阶下。电话我来打，你就说想他了，让他回家吃个饭，顺便说说寿宴的事。他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该知道怎么做了。那行，这事儿你看着办吧。不过丑话可得说前头，去可以，但是到了江家，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让那小子心里有点数，别给咱老林家丢脸，明白吗？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教大哥。喂，小韩，是我周姨。有事吗？没事挂了。哎，你这孩子，没事周姨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啦？你爸他想你了，让你明天晚上回家吃个饭，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团聚了。一家人？从你把我赶出来那天开始，我们就不是一家人。没事，我挂了。哎，你别挂呀，小韩，你别赌气。你爸当时是在气头上，父子俩哪有隔夜仇啊？是这样的，听说你收到了江老太太寿宴的请柬，这是好事啊。你爸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去不合适，显得咱们林家没规矩。你明天回来，咱们商量一下，让你爸带着你和小天，咱们一起去，也让江家看看咱们林家的和气，你说是不是？妈，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你就直接告诉他这是爸给他的机会，别不识抬举了，行不行？说完了。好了，小韩，你别倔，对你有好处。你的意思是让我带着林天去江家寿宴？哎，对，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啊，你们想屁吃！哎，还是这儿清静。不知道梦露收到惊喜没有？
这是啥呀？还挺沉。黄金这么多！梦露，话也收到，信也处置完毕。告诉你个好消息，春江水暖连同的4幅画卖了1000万。1000万！保重，等我下次消息。天哪，1000万！林寒，你是把天捅破了吗？还是我在这做梦呢？发了，这下真的发了！天哪！林寒，你个神仙！这都给我买下一条胡同了吧？祖宗保佑，祖宗保佑！水缸神仙保佑！林寒同志保佑！我梦露绝对不乱花钱，保证完成任务。林寒，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你就是我亲大哥。对了，他说让我试试泡面，我去试试。来看一看，来，哎，这里挺好看啊！对啊，这看一看，瞧一瞧，来，大家听我说，这个是南方来的快餐面，开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了，而且有肉味儿，有菜香味儿，面条筋道，不好吃不要钱。姑娘，你这吹的神乎，面不用煮，开水一冲就完了，还有肉香味儿啊！当然了，大哥，你这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这是给您泡一碗，你闻闻看。对，来看看。这样啊？还闻着有香味儿哎！是这么弄的水泡，还真是啊！发水一泡就行啊，真方便。闻一闻，哇，好香啊！这个好香啊，太香了！有想要尝一尝的呀？我要尝！来，大哥，你自己拿筷子。我去弄的面条，香啊，闻着。怎么样啊？好吃！哎，给我来2包！哎，这个加班吃太香了啊！来，大哥你自己拿。宿舍晚上饿了，来1包。太方便了。哎，我也来一包。好，给我也来几包。别急啊，大家都有话。这是我的，我要。好吃再来啊！明天还来啊！还有新货。好嘞，好。哎，老张，哎，小梦来了，快坐。哎，小梦，你那泡面真了不起啊！昨天我媳妇儿排队排了半天才抢到2包，回来跟我一说，把我也馋坏了。嗨，我今天来呢是有别的事儿想要麻烦你。哎，你说。我想买处房子，要独门独院的4合院，地点呢不能太偏，但是位置要清静一点。还有啊，我想找一个临街的铺面，这个不用太大，但是要规整，最好是能办照的那种。4合院铺面，你是要安家还是要开店啊？家里我有个朋友想让我安顿下来做点事情，价钱嘛好说。朋友考虑的周全，包在我身上。我老张在这块20多年了，街坊四邻都熟，谁家房子自卖，谁家店铺闲置，我门儿清。你放心，我能给你找到。太好了，那就先谢谢您了。哦，对了，我还有件事儿。您说。我那个朋友最近对这个老物件感兴趣，不拘什么，这个玉器、瓷器、文玩摆件，只要是有点年头、有味道的就成。您看着帮忙留意，价钱嘛好说。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有个老相识，家里以前开当铺的，后来败了，还有2个罐子一直放在我这儿，让我帮忙寻摸个识货，要不我拿过来你看看？行啊，看看。我有个老相识，还有2个罐子一直放在我这儿，要不我拿过来你看看？行啊，看看。就这，说太爷爷那辈传下来的。这多少钱啊？他着急用钱，说2000，我觉得不值。2000就2000，不要了。你真要啊？现金没带够，这个给你。金条？拿着吧，这罐子我就拿走了，
剩下的钱买房和找铺面的定金，我一起给您算，然后多退少补，切记嘴严点。你放心，我老张从今以后都听你的。铺面和房子的事儿，我就是豁出去老脸也给你办妥了。行，那我就先走了。慢走。金条，这绝对是上面有人啊！这金条，我以后一定要抱紧他的大腿。不懂行啊，看着是有点老气，不过值不值一根金条，还得找专业的人问一下。啊，喂，赵老板，是我是林寒。林先生，我这儿有件东西，想让您帮我长长眼，您看您方便吗？方便，当然方便。您在哪儿？是我去找您，还是您来找我？哦，东西在我这儿，2件罐子，不小，要不还是麻烦您来跑一趟吧。行，没问题。您给我地址，我马上就去。哎，好。赵老板，请进。您随便坐。赵老板，来这边看吧。来，林先生，您这朋友的机缘，我可得帮您好好看看。气形饱满，气势恢宏，这难道是？你看这釉肥厚莹润，白釉底子呈鸭蛋青色，典型元代景德镇舒府窑的釉水特征。再看这青花的颜色，浓艳处深入胎骨，有黑褐色结晶斑，俗称铁锈斑，浅的地方会晕散，如水墨氤氲。这些料是使用进口苏麻离青骨料的典型特征啊！再看纹饰，颈部绘的是缠枝牡丹，腹部主题纹饰是鬼谷子下山，不，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人物开脸生动，山势皴法遒劲，蕉叶纹的勾勒一笔点画，这一眼就能看出当时的年代啊！林先生，如果，我说的是如果，这个罐经过科学检测通过，和多位专家确认无误，这很有可能是一件元代至正型青花人物故事大罐。这种藏品极为罕见，每一件都是国之重宝，是足以撼动整个收藏界的瑰宝。这种藏品极为罕见，每一件都是国之重宝，是足以撼动整个收藏界的瑰宝。元代青花，能确定吗？大概有90%的把握。器型、釉色、青花料、纹饰画法、胎底特征都对得上。我见过很多元青花的碎片，但像这么完整的还是头一次。那它能值多少钱？不好预估。参考近些年国际拍卖市场，像鬼谷子下山罐都是以亿为单位的。您这件萧何追韩信题材同样经典，品相如此完整，如果上国际顶尖拍卖行操作得当，保守估计得8000万以上，可能远远不止。那您看这个，这个是清晚期光绪前后仿明代嘉靖青花云鹤纹的罐子。您看釉面虽然也算光洁，但白中泛灰，釉水单薄，缺乏宝光。青花用的是国产蔗料或平等青，发色虽然也算沉稳，但略显呆板，没有苏麻离青那种流动感和层次。画工规整但匠气，云鹤形态略显僵硬，边饰的蕉叶纹和卷草纹也流于程式化。底部有大明嘉靖年制的寄托款，但字体绵软无力，是当时民窑的仿古之作，有一定年份，但在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上，这和元青花完全不能相比。那它能值多少钱？市场价应该是在15万到20万之间，也是要看买家喜好，但是要比元青花这一件也只能算是普通的艺术品。赵老板，如果
我想出手袁青花的话，您觉得怎么操作最好？赵老板，如果我想出手袁青花的话，您觉得怎么操作最好？如果林先生急于变现，我可以联系几位顶尖的收藏家，价格或许能谈到5、6千万。但是林先生，如果您不着急的话，我强烈建议您就走国际拍卖。这件元青花冠的品相和题材，像苏富比、佳士得这种顶尖拍卖业场，都是可以有资格的。只是流程比较长，可能需要大半年才能结款。那没事儿，我不急用钱。那就麻烦赵老板帮我联系最顶尖的拍卖行，我们走公开拍卖，一切的委托您来安排。至于后期的佣金跟费用，咱们按规矩来。林先生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这件瑰宝得到他的认可和价值。至于这个，正好江奶奶寿宴，我正愁没礼物呢。这个罐子年份够，云鹤延年，寓意也好，把它送给老人家把玩，既不显得寒酸，也不会因为礼物太过贵重让对方为难。您觉得合适吗？合适，再合适不过了。像这种光绪仿嘉靖云鹤冠，送予喜爱文玩的老者，那真是太合适了。既没有像元青花那么扎眼，也很体面。林先生考虑的真是周全。拍卖行的事儿我这就去办，有消息的话第一时间跟您沟通。这个罐子到时候我也让人来拿。好，那就谢谢赵老板了。没关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撤了。哎。8千万以上，梦露，你又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哎，老张，吴老板，这位就是梦露女士，这位是房东吴老板。孟女士好，我听老张说你想买我这院子。是的。那到那边看看。好嘞。我这院子呀，祖上留下的，其实要不缺钱啊，我不卖。您要是真看上了呀，一口价1万块。吴先生，您这院子我看过了，东西厢房漏雨，这墙院还要修葺，地段也偏，8000。8000？现金。8000不行，8000太少了。这样，孟小姐，您要是真喜欢的话，我退9500块。那算了，老张，咱们去下家再看看吧。哎，别走别走，您要是真心想买8500块，但是不能再少了。8000，不能再多了。吴先生，我再多问您一句，您这么着急出手这院子，是打算？实不相瞒，我审批下来了，过2天要出国了。出国？打算去哪个国家？美洲或者南洋吧，还没有想好。吴先生，不瞒您说，我上面有人，消息灵通一些。您听我一句，若您真想经商发财，这南洋美洲路途遥远，语言也不通，不如先去港岛，那是自由港，洋行林立，机会也多。等你真站稳脚跟，再图其他也不迟。孟小姐有意思，您这朋友我交定了，8000就8000。吴先生是明白人啊，这是定金，剩下的等过户当天再结清。爽快。呀，大哥，自己喝闷酒啊？是不是觉得已经没脸跟我们站在一起了？林涵，见到长辈来了都不知道过来打个招呼，一点规矩都没有。果冻，算了，孩子可能紧张。小涵，你也别怪你爸，他都是为你好。你看，我们没带你，你不也来了吗？我凭请柬进来的，至于你们怎么进来，与我无关。谁知道请柬你怎么骗来的？告诉你啊，没了林家，你什么都不是。今天这种场合呢，你最好给我安分，别丢人。听懂了吗？哼，林涵，你还真敢来啊！江心瑶不是你能高攀的，我告诉你，你离他远一点，要不然你在江城混不下去。赵公子，江心瑶是人，不是物件，归属权不在你。你好，嘴硬啊！
等一会儿献寿礼的时候，我看你能拿出什么破烂来。到时候你给江夫人提鞋都不配。江夫人好，江夫人好，哎，江夫人好，江夫人好，江夫人好，江夫人，江夫人，江夫人好，江夫人。献寿礼环节开始。破费了。江夫人，家父呢特意选来玻璃种翡翠观音，寓意吉祥安康、福泽绵长，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破费了。江奶奶，知道你喜欢雅致物件，这个罐儿寓意云鹤延年、松龄长寿，祝您鹤发童颜、松柏长青。云鹤延年，好，这寓意好啊，画笔雅致，我很喜欢。孩子，你有心啦。江奶奶，您说这话，江夫人，世豪送的礼物肯定比某些土包子要送的好啊！您请看。天哪，这是元青花！看这器型，看这花色，莫非它是人物故事罐？赵家真是大手笔，这罐子怕是价值连城吧？世豪送的礼物肯定比某些土包子要送的好啊！您请看。世豪，这太贵重了。江夫人，我这个是元青花的萧何月下追寒信，只有这样的重器才能配得上您老人家的身份和地位。我也想借此罐，希望您的首肯能把新瑶许配给我，这样赵江两家联姻才能创造更好的未来，你说是吧？世豪，你的心意呀，奶奶领了。这个罐子太贵重了，我们江家受之不起。至于联姻嘛，我们江家呀，不信父母之命这一套。新瑶的婚事，他自己决定。赵世豪，联姻之事不必再提。新瑶，我赵世豪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为了江奶奶的寿宴，我准备了这么好的礼物，我难道还不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土包子吗？新瑶，我赵世豪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难道还不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土包子吗？赵公子，何必呢？拿个假古董出来骗婚，被拒绝了还无能狂怒，真是厚颜无耻。林海，啊，你个破落户，你知道什么是元青花吗？啊，你摸过古董吗你？你看这，我不懂，那我就说几个，让大家评评理。第一，苏麻离青料确实有晕散和铁锈斑，但赵公子这件铁锈斑浮于表面，明显是后期点染上去的，完全没有苏麻离青那种深入胎骨的沉着感。第二，元代画匠往往画风洒脱豪放，你这罐子看似线条流畅，实则过于工整，匠气十足，模仿痕迹太重，完全没有元代画风的精髓。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元代胎土陶炼技术所限，大罐胎体往往略显粗糙，底部漏胎处有明显的火石红和粘沙。赵公子，你敢不敢把你的罐子给大家看看，看看你的罐子底部是不是光滑的像现代瓷砖？火石红是不是用颜料染上去的？火石红是不是用颜料染上去的？你胡说！你血口喷人！你想看就看啊！啊！我这就是元青花大罐，我这个是经过专家鉴定的我。专家？钱掌柜那种见风使舵的专家吗？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最关键的一点，你说你这件事萧何月下追韩信，巧了，因为真正元代至正型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大罐在我手上。在他手上。
赵公子，下次再来拿假古董出来骗人，麻烦先搞清楚真的在谁手上，要不然很容易闹笑话。赵公子，下次再来拿假古董出来骗人，麻烦先搞清楚真的在谁手上，要不然很容易闹笑话。林寒，你个被林家逐出家的丧家之犬，你懂什么叫元青花吗？你摸过这么贵重的古董吗？你就在这血口喷人，你呀，少在这里信口雌黄。我看你就是赤裸裸的嫉妒。说的不就是吗？啊，你们看看林寒现在都什么样了，这怎么为了哗众取宠，什么谎都撒呀？说人家的东西是假的，说真的在他那儿，这真是我今年听到过的最大的笑话。林寒，你全身上下加在一起，买得起一个元青花的碎片吗？林寒，还不赶快向赵公子道歉！丢人都丢到江家来了，我们老林家的人让你丢尽了。小寒，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是你也不能因为嫉妒就这样污蔑赵公子啊！嫉妒？我嫉妒他什么？小寒，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是你也不能因为嫉妒就这样污蔑赵公子啊！嫉妒他？我嫉妒他什么？嫉妒他有钱买假货，还是嫉妒他拿假货来骗婚啊？赵公子，你说我撒谎，你敢不敢当着江奶奶跟所有贵宾的面，让我们请真正的权威专家来验一？如果你这件事真品，我林寒当众给你跪下磕头道歉，从此滚出江城。你说验就验啊！这江夫人的寿宴上，岂容你撒野？奶奶，既然有争议，为了不让赵公子蒙受不白之冤，也不让林先生被误解，不如就请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当场长长眼，也算是寿宴的娱星节目。心瑶说的在理，那我们请王老过来长长吧。不是江夫人，这就不必了吧？何必为一个废物兴师动众呢？啊！王老啊，你好。你好，劳烦你了。这罐子拿不定主意，劳烦你帮忙长长眼。江老夫人客气了，能为你的寿宴添个彩头，是我的荣幸。王老，就是这件元代青花罐，有个小子说是赝品，请您务必还我清白。对啊，王老，您呐真得给好好看看，这林寒呐撒谎成性，张嘴就来啊。赵公子，老朽冒昧问一句，此物是从何得来？这是我从一个海外收藏家手里收藏过来的，我这完整的交易记录都有。赵公子啊，你确实是上当了。此罐确实是高仿，是假的，并非是原物。此罐青花发色虽刻意模仿苏麻离青，但浮艳刺眼，铁锈斑如铁血粘附，全无深入胎骨之感。画工更是致命伤，线条呆板匠气，人物神韵全无，与元代画匠的洒脱磅礴相去甚远。最关键的便是这胎底，元代大罐胎体厚重，露胎处可见明显的粗松感和自然的火石红晕染。此罐底部光滑如镜，所谓的火石红乃颜料涂抹，用力一擦恐会掉色。这是利用景德镇高岭原土烧制后的常见的做旧手法。这不可能吧？不可能啊！不是，就算是假的，那真的呢？林寒，你说真的在你手里，你要是拿不出来，就是污蔑。对啊，林寒，你不是说真的在你那儿吗？有能耐你拿出来啊，拿不出来不还是撒谎吗？你是嫉妒赵公子，嫉妒我们林家。真正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大罐，我已委托佳士得正在全球巡展，目前正在伦敦预展。这是佳士得官方认证的，包含无数细节，高清大图，还有官方认定的证书鉴定。赵公子，今天要不要我把佳士得亚洲区总监的电话给你们，让你们亲自核实一下？林寒，你狠，你够狠，你设计陷害我不会放过你。还有江信尧，赵世豪，今天是奶奶寿辰，你先赝品已是无礼，现在还要当着奶奶的面威胁我江家的来宾，莫非你真当我江家无人啊？
今日插曲，让大家见笑了。见古易，见人难呐。老身活了半辈子，最看重的就是人品，是眼力，是敢说真话的勇气。林寒，这孩子不错。奶奶，是我冒失了，打扰了您的寿宴，晚辈给您赔不是了。无妨，你这孩子送我的云鹤冠，我很喜欢。秦瑶，替我好好的谢谢林寒。林寒，谢谢你，让奶奶免于被赝品所蒙蔽，也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一场这么精彩的大戏。林寒，等我一下。江小姐还有事？我送你一段吧，毕竟我也顺便醒醒酒。今晚的戏确实有点烈，让江小姐见笑吧。林寒，谢谢你。谢我？谢我什么？谢我差点把江奶奶的寿宴搞砸了？不，谢谢你没有让奶奶收到一件赝品，更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风骨。在那种情况下，面对林天和赵世豪的围攻，还能从容不迫，用事实说话，真的很难得。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况且我也没吃亏啊。你总是这样吗？看起来好像与世无争，实则步步为营，一击必中。从猴票到古画，再到今天的元青花，林寒，你身上有很多谜团。江小姐，好奇可不是一个好信号。林寒，如果我说我对你的好奇不仅仅只是因为你带来的那些宝贝呢？我能看出来，你和林天、赵世豪他们不是一类人，甚至你和这个圈子大多数人都不一样。我能看出来，你和林天、赵世豪他们不是一类人，甚至你和这个圈子大多数人都不一样。不一样，是因为我是一个被家族抛弃、靠倒卖古董为生的落魄之子。不，你是一个即使身处谷底，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和眼光重新站起来的强者。你知道吗？我欣赏的从来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或你能拿出多少真气，我欣赏的是你那种仿佛洞悉先机般的从容和不受外界喧嚣影响的定力，这很吸引人。江小姐，本来就是运气好，偶尔碰到了一些机遇。不，机缘只眷顾有准备的人。林寒，我不想去探究你的秘密，我只想告诉你我的感受。我想说，和你相处的时候很舒服，也很有趣。或许我们可以不仅仅只是生意上的伙伴。或许我们可以不仅仅只是生意上的伙伴。江小姐，你的心意我心领了。你是我见过最特别、最优秀、最漂亮的女生，可正因如此，我才不能这么草率的给你答复。我的处境远比你看到的更危险、更麻烦。我想，在我能真正掌控自己命运之前，我不想要任何人陷入这段麻烦。我明白，谨慎是美德嘛。至少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对吧？对，
我很荣幸成为江小姐的朋友。那就说定了。我作为朋友给你个建议，林天和赵世豪他们今夜丢了这么大的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你要小心。会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你有需要，随时开口。别忘了，我们现在是朋友。会的。再见，秦瑶。再见，林寒。林寒这个杂种，让我在江家，在江心瑶面前丢尽了脸。我要是不弄死他，我赵世豪这3个字倒着写。消消气，赵总，别生气，你把身子气坏了。赵总，我跟你说啊，林寒呢，就是秋后的蚂蚱，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他。而且我都查过了，他最近呢是和古玩街一个姓赵的走得很近，但是吧，这个交易很隐蔽，我怀疑呢，他那些东西，我告诉你，就是来路不正。来路不正？那正好，我一会儿就让人去查他的税，查他的消防，我要让他鸡犬不宁。哎，对，那院子里边肯定有脏东西。英明，赵总。但是赵总，林寒这小子感觉最近有点邪性，感觉他好像总能未卜先知似的。你说，我跟你说，肯定是那个什么江心瑶，他闭嘴！江心瑶也是你能揣测的？谁敢挡我的路，就弄死谁！啊，林念，这样，等这个事儿解决完，你林家那个项目，我帮你拿下，好吧？谢谢赵总。赵总，你放心，我一定让林寒永无翻身之日。林寒在吧？林寒，你好，我就是林寒。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这里涉嫌无证经营和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请你配合我们检查。请便，我这是个人房间，没有任何非法经营。我所有的合作伙伴都有正规的门店和完备的手续。误会，都是误会。林先生是我们的特约顾问，他所有的古董交易都是从我们这儿走的，这个是合同，交易记录和完税记录都在这里。没问题，手续倒是没什么问题。你在外面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或许吧，不过清者自清，欢迎随时监督。那行，那我们先走了。慢走啊，没事吧？听说工商的人去找你了，是赵世豪。除了赵世豪，还有谁会这么关心我？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小心些，他那个人睚眦必报，而且林天最近和他走得很近，你要提防你那个弟弟。他也不是我弟弟，从他想毁了我那一刻开始，就不是了。心瑶，谢谢你提醒我。林寒，我们之间需要这么客气吗？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相互帮助是应该的。如果你有需要，心瑶，你的心意我明白，但这件事我必须要自己处理。有些脓包，如果不亲手挤掉，就永远不会好。好，我奶奶私下夸了你很多次，说你沉稳有度，是块璞玉。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帮你。好，来，各位街坊邻居、大哥大姐们，今天鹿晗商贸正式开业，所有商品呢都是从南方特区运来的实心货，质量顶呱呱，价格最实惠。开业头3天呢，一律9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大家都来看看。哇，这店铺真气派，都卖的啥呀？介绍介绍呗。平时啊，上海牌、钻石牌的手表还得上发弦对时间，但是咱们这个电子表不用上弦，自动走时，数字显示几时几分几秒，清清楚楚。瞧，晚上还能亮光呢。防水防震啊，原价15，今天开业只要13.5块，
有没有想要的？哟，真能亮啊，慕露姐，真能啊！给我来一块呗。哎，不，来2块，我给我弟也带一块。给你，27块钱啊，一共。今天鹿晗商贸正式开业，所有商品呢都是从南方特区运来的实心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大家都来看看。哎，你看啥呀？这玩意儿咋用啊？这个呀是气体打火机，比火柴好用，比老式打火石火柴还方便，还防风呢。这个呀烧煤气的师傅，开长途跑运输的师傅，还有抽烟的爷们儿都可以备一个，方便。3块钱一个，有没有想要的？给我来一块。好嘞，这玩意儿在厂里点烟老神气了。那必须的。哎呀，不，哎，你看看，哎，你看这个多好啊！这个呀是蛤蟆镜，港台最流行。小伙带上时髦，小姑娘带上洋气。好洋气啊！是。夏天呢还能防阳光刺眼，骑自行车也不怕阳光了。原价是4块钱，现在只要3块6。哎，好，跟我来一块。哎，我也要，哎，我也要一个这个，保准好看。哎，这个带着洋气啊。好，大家别急啊！今天买够5块钱送糖果1块，买够10块钱的送精美头绳1根。来，这实惠的。快，随便挑随便看啊！好嘞，哎，给我拿一个这个，自己挑吧。哎，好嘞，来，给你，拿好啊！用好了再来啊！好。林涵，商店开起来了，和你预料的一样，东西一摆出来，大家都看傻了。第1天营业额就破1000了，我现在每天数钱数到手软。不过也有人眼红，接到的人来问过几次，我都按你说的，手续齐全，态度良好，暂时没啥，就是太累了，但心里踏实。谢谢你。那你就继续加油，好好干，争取早日干得越来越好。另外啊，多多注意身体。哎，对，如果看到老旧的家具、木料，特别是颜色深、木质硬的，有香味或者纹理漂亮的，不妨留意一下，问问价，或许啊，另有机缘。这袜子怎么卖的呀？5块钱一双。好的，那给你。再来啊！哎，王叔，哎，您来啦。拿2包方便面。您自己拿就行了。哎，叔，您这是要搬家吗？我家房子拆迁了，这些桌子板凳没地方用了，当柴火烧呢。哦，你这烧了怪可惜的，要不您卖我吧？你看看能不能卖个8块10块钱的？我给您15。卖。以后呀，有这些老家具、老木头，你都给我拉过来，行不行？行。好嘞，我车放这儿了，过2天来取。没问题，叔。好嘞。赵老板，林先生，好久不见啊！来坐。我呀，刚好得了一些好茶，让您品鉴品鉴。赵老板，茶就不用了，今天来呢，就是想让您帮我长长眼。是个老凳子，这用料嘛，像是黄花梨，不过年头有点久，你这想要修复起来，这手感不对啊，这纹理行云流水，这鬼脸，这棕眼，林先生，这料子难道是海南黄花梨？有里老料，这可是顶级的好料啊！只可惜了，这么好的料子被糟蹋成这样。这东西又是您从哪儿淘来的宝贝啊？朋友收的，这样的东西他当破烂柴火卖。破烂柴火，暴殄天物！您这朋友的运气，那是祖师爷赏饭吃。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朋友？赵老板，如果我说像这样的木料，紫檀、海黄，还有金丝楠之类的，他那有更多。林先生，此言当真？林先生，此言当真？林先生，您不知道，现在像这种顶级老料的市场，那是有价无市啊。
要是能有稳定渠道，我们把这些老料重新翻修，开一个古董家具修复工坊，再请来最好的师傅做成画案、桌椅，每一件都是孤品，那这利润何止100倍，那是点石成金啊！好，赵老板，你来负责提供技术、人脉和市场，我呢就提供这低价原料，我们合作把工坊办起来。一言为定，销售渠道、师傅还有选址，包在我身上。林先生，您真是我贵人，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小天，别喝了，伤身体。喝？干嘛不喝呀？跟你说妈，我这个呢，叫一醉解千愁。小天，听妈一句劝，你最近少跟赵世豪来往。爸听说他为了对付林寒，动用了不少关系去查。林寒账目齐全，手续清楚，一点把柄都没有抓到。赵世豪自己倒惹了一身骚。你闭嘴！你懂什么呀，妈？妈，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他们说我是林家的废物二少爷，他们说我连被赶出门的野种都比不上，他们说我每天就像只狗一样的跟在赵世豪后边摇尾巴。妈，如果我不扳倒林寒，我这辈子都别想在江城抬起头了，我就一直活在他的阴影底下。以前他在家的时候，我爸的眼睛里只有他，现在他好不容易走了，我还是不如他。为什么呀，妈？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运气就能这么好，就江家那个老不死的都向着他呀，妈。小天，你别这样，妈知道你心里苦。妈，赵总说了，他说只要是我能去帮他扳倒林寒，我能让他身败名裂，咱家城东那个项目他就帮咱们。只要是咱们有了那个项目，咱们公司就能起死回生，等到那天就不会有人瞧不起我，就哪怕是爸都得对我刮目相看。可是小天，林寒他现在真有点邪门，你能不能别再招惹他了？妈就你这么一个人，邪个屁的门儿！林寒他现在真有点邪门，你能不能别再招惹他了？妈就你这么一个人，邪个屁的门儿！他就是走了狗屎运了，他不就是巴结上了那个什么姓赵的那个奸商，还有那个贱人江心瑶，肯定是他们暗中帮的他。我就不信他一点破绽都没有，只要是人就有破绽，是人就一定有破绽。他那个破院子肯定是有问题，绝对有问题。我现在已经派人24小时去盯着他，我每天就盯着他，他每天在里边拿了什么东西出来，拿了什么东西进去，我全都要知道的一清二楚。你找人去监视他了，这是犯法的，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妈，发现能怎么样？都这个时候了，要么他死，要么我们亡。小天，林寒，我一定要找到你的死穴，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太过分了，赵老板，这哪里是普通的货色，这简直就是神品呐！您看这做工，这纹理，鬼脸生动，梨斑清晰，这简直就是行云流水。哎呀，看这包浆，温润如玉，都能道出人影来了。这得是
明末清初的老物件吧？哎，赵老板，您这是从哪个王爷府淘出来的？这种年份这么大料的海皇，现在可太少见了。宫里溜出来的，这气运，哪怕不是宫里出来的，但也绝对是某个顶级王府、顶级工匠定制的。啊，赵老板，你看这线条，这弧度啊，这就是艺术啊！哎，再看这紫檀，这密度，哎，掂量都成熟。这东西要摆在我书房，那才叫格调。赵老板，您开个价吧，这我要了。赵老板，您开个价吧，这我要了。二位老板都是识货的大家，先别急，来看座。不瞒二位老板，这几件东西确实是我们韩木春华坊的镇店之宝。为其修复，那请的都是苏州的老师傅，用的都是鱼鳔胶，只求修复其神韵，这一点化学痕迹都没有使。不过这价格，王总，您的这桌海皇八仙桌是这个价，李总，您的紫檀圈椅是这个数，800个 W。哎，赵老板，您这价可是顶天了。不过，这个摆回去啊，那就不是家具，是传承，是底蕴。800万，我要了，现在就签合同。哎，李总，别着急，别着急。哎，赵老板，我那个新装修的办公室啊，刚好缺一个镇宅之物，这桌子谁也别和我抢。二位老板爽快，那就恭喜二位老板喜得心头好。以后我们韩木春华只要有好物，一定第一时间奉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赵总，查到了，您还和那个赵老板合伙，开了一家古典家具工坊，叫韩木春华。最近新进了几件东西，在贵族圈子里卖疯了，听说利润高的吓人。家具工坊，他哪来那么多好料啊？偷的抢的呀？不清楚，来源非常神秘，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他的院子，最近偶尔出一些破烂木头，其他没什么东西。哎呀，难道真的有鬼帮的？这样，派咱们的人跟紧点，实在不行，给他制造点意外。赵总，那工坊位置偏，安保好像不弱，而且我们最近刚被老爷子警告过。废物！不行，就让林天那个废物去想办法，让他给他哥制造点麻烦。他不是在乎他那个老房子吗？公司资金链彻底断了，银行不给续贷，那几个项目也全停了。林天都怨你好高骛远，还炒什么期货，还挪用公款。这回行了，全都赔光。不是，那我怎么知道行情会变啊？我不是也想为了公司赚钱吗？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国栋，你快想想办法。要不我们去求求小韩。谁求啊？让我去求他呀？我宁可去死，我也不会去求那个野种。野种？我实话告诉你吧，现在林寒随便拿出一样东西，就能抵得上咱们整个公司。林天儿，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你比不上你哥，你这辈子你也比不上他。连你也这么说是吧？好啊，那你们去求啊，你们去求他呀，我看他能得意到什么时候。你们去啊，我说了我会有办法的好吗？赵总已经答应我了，只要是我再帮他一次，我会有钱帮你们救公司的好吗？你还在跟他鬼混，他一直拿你当枪使，你不明白吗？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你去哪儿？小天，站住！
林寒，你给我出来！你都被赶走了，你还不让人消停？继续收，范围可以扩大到0省，价格可以适当提高，但注意方式，尽量分散进行，以安全第一。另，我随信附上一些现代简易的木材鉴别图谱和工具说明，或许有帮助。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就在拍卖现场，被誉为瓷器之王的元代青花人物故事馆惊现拍场，无疑将是本年度全球艺术市场最重磅的炸弹。大家可以看大屏幕，这件重器传承清晰，经过了包括大卫·维斯顿爵士在内的国内外顶级专家团队联合鉴定，真伪毋庸置疑。紧张吗？你的罐子？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剩下的就交给市场吧。你总是这样，好像一切尽在掌握。林寒，有时候我觉得你离我很近，但有时候又好像隔着一层雾。金瑶，有些事不是我想刻意隐瞒。等一切风波过去之后，我会给你个交代。好，我等你。1亿2千万，1亿2千万1次，1亿2千万2次，1亿2千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林天儿，你那个好哥哥马上就要成为亿万富翁了，哎，不止1个亿，你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吗？赵总，那我们就不能再等了。哎，对，赵总，我打听到林寒他们那个工坊后天晚上要进一批非常重要的木料，好像是什么千年老，是反正一个什么木料。消息可靠吗？啊，我是买通了他们一个临时工。林天儿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啊！事儿成了，我钱立马到账，帮你家渡过难关。如果失败了，你知道后果。住手！哟，这不林二少吗？来我们这儿有何贵干啊？说。林天，私闯民宅，恶意纵火，毁坏别人财物，你说这次你要判几年？哥，我错了，哥，不是我想的，哥，是赵世豪逼的我呀，跟我真没关系啊，哥，你放过我这一次吧，行吗？我求你了，哥，你放过我这次，我真的。有什么话留着跟警察说吧。报警，证据提交。明白。喂，说什么？林天全交代了？那警察呢？爸，你这个孽障，你干了什么好事？指使林天去纵火，烧了林寒工坊，你的脑子被狗咬了吗？不是，爸，不是我让林天去纵火的，我就是想给林寒一个教训。那谁知道，对，是那个林天，他自己自作主张。跟我没关系啊！林天他自己蠢啊，他这个给他个教训是吧？
赵世豪啊，赵世豪，你到现在还想推卸责任？林天在人证物证面前什么都招了，录音、转账记录，你们通话一清二楚。那您得救我呀！啊，我不能进去。哎，这样，咱们找人，咱们花钱，实在不行把林涵的公司收购了，让他改口，行不行吧？啊！想得美！林涵什么人？你不长眼睛不长脑子吗？林涵是江老太太在江城人面前夸过的人。林涵他手中的元青花罐子，刚刚在拍卖会上估价就是1个多亿呀！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哎，不是，哎爸，那怎么办？那你得救我呀！啊，想想办法呀！摆在你面前2条路，第一条，警察马上把你带走，吃上几年牢饭，我们对外宣布和你断绝跟我们赵家的关系。不，我选第2条，我选第2条路。第2条，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国内，3年以内不要回来。哼！操！信用社存折上的数字已突破200万，鹿晗商贸成了区里的典型。这一切都得益于你的指引。你上次提到的超级市场构想，我已在行动，盘下了市中心的旧百货大楼，正在筹备路华自选商场，想让人们体验推车购物的便利，就像我们在信中期许的那样。每次通过水缸传递物品，都让我想起命运的奇妙。没有你，便没有今天的我。这份情谊纵隔40年光阴，依旧珍贵。望你保重身体，勿过度劳累。喂，哎，小韩。喂，哎，小韩，是我。你最近还好吗？还好，有事吗？啊，林天那事你都知道吧？他糊涂，他罪有应得。可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这次呢，可能判得不轻。啊，我也知道，爸没脸求你，可是，你能不能看在血缘的份上，和江家还有那个办案人员就说一声，你替他求个情，让他们少判2年。爸，求你了。他纵火的时候，想过我是他哥吗？他一次次算计我的时候，他念过血亲吗？这都是他应得的，法律会给他最公正的判决。这件事，我不会介入。不，小韩啊，爸知道，他混蛋。我们呢，以前也对不起你，可是咱毕竟是一家人。一家人。自打你把我从家里赶出来那一刻开始，一家人这3个字就已经没有了。林先生，我们还是做好陌生人，对你，对我，都好。保重身体。林涵，88号藏品被拍出了1亿2000万元，成交 ，sold to bid number 88. 120 million yuan, a new world record for Chinese. 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了，你会舍不得吗？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
带我走出了最黑暗的时候。现在，我有更想珍惜的。这个罐子的价格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些钱对我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教会了我，让我证明了，即使被踩进泥里，我也能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这些是我对未来的规划，这个院子，这些事业，还有我想共度余生的人。你的交代就是这些图纸吗？图纸只是地基。我想问的是，你愿意和我一起把这个未来建造出来吗？这里应该种棵桂花树，秋天满院飘香。还有，东厢房要改成书房，你的那些古籍，还有梦露将来寄来的文献，都要好好安置。都听你的。那你还在等什么，奠基人先生？